努比亚 Z40 Pro， 从后摄的工业设计上就能看出来，它是一个主打影像的手机。我们节目就是聊摄影、聊影像的节目，那么今天就来看看这台手机的表现。我估计很多朋友已经注意到了，这台手机的后摄上标注着35毫米焦段的字样。那我这里问一下大家，你们知道其中的含义吗？如果您了解或者用过35毫米的镜头，打1；那如果您就是来看看，想了解一下，打2。我们的节目已经聊过很多期了，但是一直没有聊过努比亚这个品牌。这回居然可以提前拿到这台手机。虽然说上手的时间非常紧张啊，但是该聊的地方也要聊到。这台手机呢是努比亚新出的 Z40 Pro， 它有一个跟其他手机不一样的地方，它的主摄是等效35毫米的主摄，其他的手机都是24或23的。自从手机有了超广角镜头之后，我就开始琢磨，手机的主摄早晚会到35毫米。因为原来用24啊，是因为它是个广角镜头，方便大家可以在聚会的时候拍个合影什么的。但是这个焦段呢，近距离拍人可是不太友好的。这点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，就是聊拍人像的啊，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看看。不过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也没有哪个手机厂商做了35毫米的主摄，我都快把这茬忘了。结果35毫米的主摄它来了。了解相机行业的朋友会知道，35毫米这个焦段是所有相机厂商、镜头厂商的必争之地。他们一定会出一个非常顶级的35毫米的定焦镜头，你可见这个焦段是多么的重要了。而且纵观摄影历史，那35毫米焦段的摄影作品呢，真是太多了。知名的摄影师，知名的人文摄影照片，没错，35毫米焦段就是充满了人文摄影的神话。所以这也是我期待手机厂商能出35毫米主摄的原因。拿到这台手机的时候，厂商还没有开发布会，但是我估计厂商肯定会对这个35毫米的主摄大做宣传。厂商做宣传那是天经地义啊，但是它的成像好不好 ，ZPH 来告诉你。在这之前呢，先是我们的鼓励摄影环节，我们会用这台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。照片不会说也不会动，但照片更长久。前面的照片就是这台手机所拍摄的，希望可以在摄影方面给您一些新的思路、新的想法。欢迎收看 ZPH， 我们会聊手机、聊摄影、聊关于手机摄影的话题。记得点赞加关注啊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来好好看看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、在光学方面的表现怎么样。Z40 Pro 后摄是3颗干活的镜头，没有凑出镜头。主摄超广角，还有一颗相当于其他手机主摄的5倍长焦潜望镜头。因为其他手机的主摄一般是24焦段左右，它的主摄呢是35，所以这颗长焦镜头相当于自己的3.6倍左右。在拍摄界面中有3个焦段切换按钮，对应就是自己的3颗光学镜头，主摄、超广角跟长焦。可以发现这3颗镜头的焦段跨的还是很广的。最神奇的是，用手指滑动变焦的时候，标尺上居然写的是等效焦距，14呀、24呀、35啊、125啊，这点还真就有点专了。这点在其他手机上我是没见过的，你们见过吗？从这点上看，给这台手机做影像程序的人还真是有点专啊！我不夸这个品牌，我说这个人确实不错。这里经常看我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在说些什么。还有这台手机插上电脑后一看，它的照片分类也是很独特的，慢动作呀、视频啊、人像啊、微距啊、自拍呀，这些都是单独分开的文件夹，这点也是很不错的。
那下边咱们就先说主摄啊，就是这颗镜头。参数我先不写了，因为我拿到这台手机的时候，厂家还没有开发布会。我节目上的时候，可能发布会已经开完了吧？那你们看厂家宣传就行了啊。反正不管它什么参数、什么硬件，也改不了我后边样片的结果了。咱们用样片说话。这里呢，我只能说它的像素是6400万的，4合一之后是1600万，光圈挺大。Z40 Pro 的主摄是35毫米焦段的，那么它跟其他手机的24焦段在成片上区别还是很大的。首先35焦段它的焦段更长，背景虚化更明显。其次呢，24焦段视角太广了，在拍摄这个主体的时候，背景还是有很多其他的景物的，是影响主体的。35这边体现主体体现得更好。这张是我站在同一个地方用35跟24拍摄一顶帽子，道理跟前面一样。35的镜头视角更窄，那么它的主体呢就更明显。24的视角更广，那么它的背景中就会收纳更多其他的景物，主体呢就没有35这边突出。也许有人会说，可我就喜欢更广的镜头啊，那没关系，还有超广角的嘛。我们后面有单独的超广角环节，到时候再说。先说这台主摄的光学素质怎么样？虽然说手机拿到手里的时间非常短啊，但是我还是拍了测试照片，放大中心跟边角，看看它的光学素质。中心画质没问题，最棒的是它的边角画质也不错，下降的不明显，这点非常好。那咱们再看一组，这回边角咱们看另外一边的。中心画质还是不错，边角画质也是不错的。当然，它优秀的边角画质，我估计跟35毫米焦段有关系。焦段越广，边角画质就越难把控。那么所以说呢，这台35毫米的主摄做到了该有的水准。这点呢，我相信老观众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。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畸变也非常的小，畸变控制的非常不错，这点跟它的35毫米镜头应该也是有关系。再看超广角镜头，参数和主摄一样，在这里就不说了。大家可以去看厂家的宣传，它的像素是5000万，默认4合一之后是1250万，视角比较不错，差不多等效14毫米左右。现在看到的是它的主摄跟超广角的视角差距图，可以看到视角差距非常大啊。一个是因为它主摄主攻的是35毫米焦段，一个是因为它的超广角确实挺广的。超广角镜头最难把握的就是边角画质了，那咱们看看它的表现怎么样。用这张对比样片，咱们放大中心跟边角对比。中心解析力是没有问题的，值得表扬的是边角画质也不错。这个在之前我们聊过的等效14毫米的超广角中，这个表现就算相当可以的了。再看一组对比，这回看右上角了，中心跟右上角啊，中心画质还是没问题的。边角的画质相对于中心来说肯定是有下降的，但是还是那句话啊，在一众14毫米的超广角中，它的表现还不错。再看长焦镜头，参数还是去看厂家的宣传啊，我们一会儿用样片说话，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。像素方面，我可以说跟大家已经熟知的5倍潜望式长焦差不多啊，像素不高，800万像素。不过呢，它跟自己的主摄相比是3.6、3.7倍的长焦，如果跟其他的手机主摄比，是相当于5倍的。虽然说长焦的像素不高啊，跟主摄比、跟超广角比，但是成像还可以。只不过我忘了录对焦效果了啊。这台手机呢，我拿到手里时间太短了，就想着体验主摄了。但是在使用长焦的过程中呢，也没有发现对焦不好。如果发现了，肯定也会想着录一段的，所以应该对焦方面还不错。那这里说一下微距的表现啊，因为它的微距是靠长焦拍摄的。现在看到的是主摄最近对焦距离跟长焦微距的表现，差距还是挺明显的啊。这个小猴子的玩具大小应该是比卫生球大一点，比乒乓球小的这么个体积。下面说人像拍摄啊，努比亚 Z40 Pro 的人像模式呢，就是用35毫米的主摄来拍摄的。这个视角在中距离拍人的时候确实很合适。从样片上看，效果确实挺好的，尤其是人物肤色还是不错的，而且人物的抠像啊、背景虚化做的也还可以。我估计可能有人会说，你说这个手机的主摄35毫米拍人不错，别的手机的主摄是24的不好，但是别的手机有2倍镜头啊，人家等效50拍摄也很不错呀。但是您别忘了啊，您说的那可是副摄，这可是主摄，主摄的成像素质在晚上的时候也很不错的。现在看到的这几张照片就是晚上在一间昏暗的酒吧里拍摄的，你们可以看到人物的肤色呀，还有背景交代的都还不错。就算是来到了夜晚的大街上，人像的表现也是挺好的，效果非常不错啊！我感觉这台手机应该是夜猫子比较喜欢的。直出宽容度这块，主摄的表现还是没问题的，样片的亮部、暗部细节保留的都很好。超广角的表现可能比主摄稍微差一点点，但是明暗的细节也是比较优秀的。下面说一下拍摄软件 ，Z40 Pro 呢有我喜欢的拍摄程序，就是各种长曝光模式。还记得我们有一期拍摄星空的节目吧？当时我们用的是其他品牌的手机，留言跟弹幕就有人说，这都是努比亚玩剩下的啊。确实我知道这方面它算是先驱了，但是这回呢，只有1天的时间，我是没有精力去拍摄星轨了，那得拍到黎明了。
这里呢就说一下它的其他的长曝光模式，车轨模式。晚上站在有车经过的地方，选择车轨模式，等车经过的时候按下快门拍摄就行了。最棒的是，这台手机是可以让你手持拍摄长曝光的。没错，你们看到的画面就是我手持拍摄的。但是拍摄这种题材呢，我还是建议上三脚架啊，这样拍摄的效果会更好。这台手机主打的是35毫米人文拍摄镜头，那么它在程序里也给了你一个人文街拍的选项。这个选项拍摄出来的风格比较素雅啊，适合那些不喜欢特别艳丽的朋友啊，喜欢素雅的朋友。现在的对比呢，就是主摄的默认模式跟人文街拍模式的成像对比。夜景模式的表现上，主摄肯定是没问题的。这台手机的主摄光圈比较大，感光器的素质也不错啊，所以亮部暗部的细节都还行。现在看到的照片基本上都是直出拍摄的，不过到了非常暗的地方呢，这台手机也会有自动夜景。当屏幕出现自动夜景的时候，你点击关闭就可以关闭了，只不过不是永久关闭。这里要着重夸一下主摄的夜拍表现，注意看当时的环境啊，我的脚下都是射灯，把树照得很亮，但是依然可以拍到天上的星星。当我发现这点的时候，我赶紧找天上的猎户座，等我找到的时候拿起一拍，还真的能拍下来啊！当时脚下全是射灯，而且用的模式也不是夜景模式，就是拿起来就拍的，可能是自动夜景吧，我忘了。如果到了拍摄环境明暗比比较大的时候，您可以尝试用夜景模式拍摄，这个时候亮部跟暗部的细节会更丰富。超广角镜头的暗拍表现肯定就没有主摄好了，但是也能接受，最起码它也可以直接拍到星星。长焦的夜景表现是让我觉得不错的，首先它是用长焦镜头直接拍摄的，并不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而且在这种大光比的环境下，暗部细节跟亮部细节保持的都不错，清晰度也还行，这点还真的是挺好的哈。视频的表现我要跟大家说声抱歉了，因为这次时间真的太紧了，还有朋友在身边，我把这个环节给忘了，所有的视频都忘了拍了啊，见谅啊，见谅。硬件方面，处理器是新一代骁龙8平台的，运存呢是8GB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管内存叫运存了，存储是256G 的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更高端的型号。工业设计方面，从后面一看就知道这台手机肯定是主打影像的，主摄被设计的很明显，旁边还有他们引以为傲的等效35毫米焦段的字样。厚度方面我没有拿尺子量，但是摸起来还行吧。由于我的身高比较高，手比较大，劲儿也不小，所以拿起来我也不好说它是轻便呢还是沉呢。这点如果你没有拿到真机的话，你们说了算吧。这台手机的整体设计语言呢，就是比较方正，比较规整，但是由于边角设计的比较圆滑啊，所以握在手里的手感还是没问题的。那么剩下的其他参数呢，还有游戏性能啊、发热、跑分啊，这点你们可以看官方的介绍，也可以看其他的节目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。努比亚 Z40 Pro 在影像上的表现我还是认可的，尤其是等效35毫米焦段的主摄我很喜欢，拿来扫街很舒服。不知道您有机会上手时感受会怎么样？也许会有人觉得它的主摄跟其他的手机比会窄一点，但是这不是问题，这是它的特点。如果您想广，还有超广角呢，够您拍的了。从成像上说，主摄的表现是很理想的，光学素质不错，边角的画质控制也很理想。超广角的表现呢也算到位，视角很广，光学素质、边角画质控制的也挺好的。潜望式长焦镜头相当于普通手机的5倍啊，够远的。解析力还可以，没有给这个手机影像方面拖后腿。人像模式的效果是很好的，首先是视角非常不错，这是35毫米焦段的优势。人物的肤色也很到位，再加上夜景人像的表现，我是很喜欢这台手机的人像模式的。主摄跟超广角的直出扩容度很好，会给后期带来方便。这次夜景的测试呢，没有去女流氓小巷跟祖传神树场景了，但是从刚才的样片中，你也可以看到它的水平了。站在一堆照明的环境中，还可以直接拍到猎户座，甚至直接对着路灯拍摄，也可以拍到星星。这样的表现，我是挺满意的了。OK， 到结尾了，希望您可以喜欢我们这期节目，记得点赞加关注哦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